香港中评社周一援引岛内信源发文表示，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当天进入台湾岛西南方向的空域，台空军在空警戒。几乎同时，相关空域周边还有多架美军机与解放军军机在活动。不过，有台湾学者就表示，许多人认为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会协防台湾，这是过于浪漫的想法。从美军撤离阿富汗就可以看出，美国不会帮台湾跟解放军打，也不会与台军并肩作战。据中评社报道，名为台湾西南空域的社交平台账号发文表示，周一，解放军一架运8反潜机进入台湾西南的所谓防空识别区，台空军在空监控。另在这片空域周边有美国海军 P8A 反潜巡逻机、解放军运8电子战飞机、运8电子侦察机、空警500预警机各一架。此前，针对解放军军机现身台海，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解放军的有关行动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需要采取的必要行动，是对民进党当局台独挑衅行径的严正回应。此外，国防部发言人也明确指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解放军在台海地区组织实兵演练，展现的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和能力，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解放军舰机频频现身台海之际，台军方通讯社军文社近日突然披露称，现任退辅会主委及主管台军退役军人事务的冯世宽在采访中透露，他在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时曾明确表示，若状况危急时，完全授权台空军司令可以发动所谓第一击。上周六是台军所谓的空军节，冯世宽在接受军文社采访时专门提及，他某次在时任台空军司令沈一鸣陪同下，前往空军作战指挥部了解大陆基建动态。他当下即指示，如若状况危急时，完全授权空军司令发动第一击，绝不可让我们的飞行员被击落，并将此指示转达给台空军各连队干部。报道称，台军方人士先前曾声称，台军已明确将规定内的第一击定位为所谓的自卫反击权。若台军被攻击，必定反击；若进入临战状态，军方也可放下权责给第一线指挥官。例如，台空军作战指挥官可命令飞行员进行所谓的自卫反击权。不过，冯世宽口中的沈一鸣已在2020年台军方直升机坠落事故中死亡，而冯世宽本人也以口无遮拦、爱打嘴炮而一直被台媒及网友批评质疑。冯世宽这个人就是经常语出惊人啊，讲一些非常不负责任的话，非常夸张的话。那么这次的这样一个话，实际上也是在我看来性质也非常的类似。他的这样一个所谓的授权，事实上是他作为一个文官长官，防务部门的文官长官，对于一线的军官士兵的一种安抚，一种打气。但事实上，台军敢不敢打第一枪，能不能打第一枪，这当然不是冯世宽说了算的。此外，台湾空军上周六还发布了在5月的一场演练中 F-16B 战机发射 AI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的视频。这是自2000年美授台该型导弹后，美国首度同意在台湾本土进行射击。美国防务作家罗一桥表示，美国一直认为 AIM-120是一个敏感的武器系统，尽管这种导弹已经在台湾地区空军部署了近17年，但为了防止测量与特征情报泄露给解放军，禁止台湾地区进行实弹试射。除了早些年最初的导弹试射之外，台 F-16机组都是通过训练模拟器来掌握发射这种导弹的技术。5月10号的导弹试射应该已经得到美国方面的批准，而此时正值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之时。发布相关导弹试射视频的前一天，台空军还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所谓年度施政成果影片，其中有段画面是台空军司令熊厚基主持电话会议，涉及台方洽购每支 F-16V 战机，这正是进行 AIM-120导弹试射的机型。目前，台军141架 F-16A/B 型战机将进行性能提升至 F-16B， 预计在2023年全数完成。此外，台当局还向美方增购了66架 F-16V 战机，预计2026年前完成交付。按照美国兰德公司出的一个报告的一个讲法，台军需要装备1200到1600枚这类的导弹，才能够去有效应对在台海的所谓的各个战争场景的一种状况。而这个大概要花费台湾90到100亿美元的这样一个资金，那么很显然，这是台岛在短期内它难以去承担和应付的。也就是说，台军虽然有了这样一款武器，但是它有限的数量，包括台军现在长期缺乏实弹训练的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导致它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实际的这样一个战力，更不可能去扭转两岸之间在军事力量对比上的这样一种
代际的一种差异。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来频频与美方进行军事方面的勾连，以及美军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跨时区全球大规模演习，台防务部门下属智库就以此来为自己壮胆。台防务安全研究院分析员江新韶在上周三发布的防务安全即时评析中称，作为继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又一次最大规模的全域性联合军事演习，全球大规模演习向中俄发出美国有能力同时应对多条战线的强烈信号。此次演习虽需借助盟军力量的协助，但以美军为主，并在美军主导下采取的共同行动。整体来看，美国正在为防止全面性世界大战而建构联合吓阻的力量。不过，曾任台湾方面陆委会副主委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副教授黄介正近日则表示，许多人认为台海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会协防台湾，这是过于浪漫的想法。从美军撤离阿富汗就可以看出，美国不会帮台湾跟解放军打，也不会与台军并肩作战。两岸最务实的做法是要设法避免战争，第一步就是要重启沟通管道，以防意外而误判。黄介正认为，台美从来没有联合演练过，一旦两岸打起来，美国就算要帮也帮不上，所以不可能打所谓同盟作战。就算美国军舰近年频繁进出台海，也只是要传达政治讯息，寄望于大陆方不要真的发起行动，也让台湾不要在压力下丧失信心，并没有军事上的意义。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冯世宽自曝在担任台防务部门负责人期间，曾经向时任台空军司令沈一鸣下达过这样一个命令，即如若状况危急时，完全授权空军司令发动第一击，绝不可让我们的飞行员被击落。您对此如何解读？确实，台湾前防务部门负责人冯世宽的这个自我爆料，似乎是非常的骇人听闻，因为这等于是明确告诉外界，台军在必要的情况下会向解放军发动先发制人式的攻击。那么密切关注近期台海局势的人都应该明白，冯世宽的这个说法其实并没有多少新意。大家知道，在去年9月份之前，台湾军方曾经向部队下达过一条非常清晰的命令，也就是命令前线将士不得主动向大陆军队打出第一枪。这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在解放军开了第一枪之后，台军才能打第二枪。同时我们也知道，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及坚决不打第一枪，但也坚决不让你打第二枪，也是解放军建军以来一直秉持的传统。那么既然两岸军人都谨守规则，不向对方开出第一枪，那也就意味着在正常情况下不会有第一枪的出现，而只要第一枪不出现，也就意味着战争打不起来。然而在去年9月份，台湾防务部门决定修改台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将不得主动向大陆军队打出第一枪改为了只要对方有明显的敌对行为，台军就可以行使自卫反击权。这一规则的修改意味着台军对于两岸开战的态度已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从原来的固守防卫变成了先发制人，或者说台军已经准备要向解放军开出第一枪了。两岸开战的几率与风险将会因此陡然攀升。因此冯世宽向台空军司令员下达的这条骇人听闻的所谓密令，实际上已经被后来的防务部门给规则化了。只不过冯世宽口中的如若状况危急时，被正式表述为了对方有明显的敌对行为，第一击被包装成了行使自卫反击权。